2022年至今为止啊，台股的0050已经下跌了 31.7%，0056呢也下跌了 29%， 就算是美股大盘 S&P 500指数，它也下跌了 19%。那在今年这种股市大跌的情况之下，如果我现在跟你讲有一个投资标的，它每年可以给你配发稳定的 4.75% 的利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吸引力？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那在投资方面啊，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标的它可以做到100%的零风险，但是由美国财政部它所发行的美国国债是被公认为风险最低的投资标的。因为美国政府啊，它几乎不可能会违约嘛。你想想看，如果美国政府它没有钱的话，那怎么办？就是马上再印钱嘛。所以美国国债呢，也被我们投资人称为无风险资产，也就是 risk free return。那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大概也只有 1.5% 的殖利率，但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它的殖利率已经来到了 4% 以上。为什么会涨那么多呢？那主要就是美联储啊，它今年开始大幅度的加息，将基准利率呢从原本的 0.08% 上升到现在大概已经来到了 3.08%。那公债的殖利率跟基准利率啊是呈现正相关的，所以导致呢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了 4.07%， 而1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呢则来到了 4.75%。那这个殖利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诱人。现在的美国公债10年期的殖利率跟1年期的殖利率啊，都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哦。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投资美国公债的话呢，那我强烈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美股的投资策略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它是由发行者为了筹集资金而发行的，那它会在约定时间之内呢支付一定比例的利息，然后呢在到期时呢偿还本金的一种有价证券。假设我现在跟你借100万，然后我规定呢10年后呢我会还你本金，然后在这段期间之内啊，我每年会给你10万块钱的利息。那这个过程的话呢，就是一个债务的关系哦。那我把这个过程呢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发行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一种债券。好，那我们今天讲的美国国债啊，它的发行人就是美国政府，也就是美国政府跟我们借钱，好，那它会支付利息给我们。好，那第一个优点就是啊，现在投资1年期的美国国债它已经有 4.75% 的利率咯，是非常非常的高。你想想看，你现在把钱存在台湾的银行，你1年大概只能领 1% 的利息，就算你是定存好了，你也顶多是 2% 的利息。好，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啊，美国的政府债券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它几乎就是一个无风险的债券，它是几乎不会违约的。违约就是啊，利息要付的时候呢，它不能付利息，或者是说呢，它本金还不出来，好，这个就是违约。好，那第三个优点就是啊，如果你是直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的话呢，那你所获得的利息是归类在利息当中，也就是 interest， 那不用缴交 30% 的美国的股息税哦。债券的它的价格啊还是有波动性的。假设你现在购买了一个1年后到期的美国债券，然后呢它的发行价格啊，也就是它的面值是100元，然后它也跟你讲说它每年会给你配发5块钱的利息。那如果你现在去市场买，你发现说这个债券啊，它在市场现在的价格是 95.5 块，然后你买入的话呢，那请问你的报酬会是多少？100块去减掉 95.5 块，再去加上5块钱的利息，然后呢再去除上 95.5 块，你就可以获得 10% 的报酬。如果你现在买入，然后呢你持有到到期日，你就可以获得 10% 的报酬。可是呢你在持有的这段期间啊，这个美国的1年期国债它的票面价格还是会上下波动，可能会下降来到了94、93、92，也有可能会上升到96、97、90%。但是呢只要你不提前卖出债券，你就可以获得 10% 的报酬。但如果你中途就卖出债券的话呢，那你就会受到债券的价格波动影响哦。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非美元的国家，然后呢购买美债的话呢，你就会面临汇率的波动，就像是我们台湾人。好，那如果你是美国人，或者是你是专门使用美金的一些投资人的话呢，那你就比较不会受到汇率的影响哦。就像是现在2022年的11月2号，你用100万台币，你可以兑换 3.1 万美金。但是呢，到了2023年的11月2号，你的 3.1 万美金可以兑换多少台币，我们就不知道嘛。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汇率的波动哦。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2种人非常的适合投资美债。好，第一种人就是你想要获得稳定收益的投资人。如果呢你打算今年花100万，然后购买一个10年期的美国公债的话呢，那它现在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 4% 左右，那接下来的10年你每一年都可以领到4万块钱的利息，然后它不会像我们台湾的0056，它的股息是忽高忽低。你可以看这个表格，我们的0056的股息它是没有持续上涨，而且呢也没有持续的保持在一个水准哦。好，那第二种人就是你手上有闲置资金，并且呢你打算在股市大跌的时候抄底买入一些美股或者是台股的部分。那我这边就要先讲到一下美国的基准利率跟债券殖利率的关系。好，因为美国的基准利率呢，它与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它是呈现一个正相关。所以如果你在2022年的11月2号，你买入了一个1年后到期的美国公债，假设2023年11月2号那个时候的美国基准利率比现在的 3% 还要更高的话呢，那你到期之后呢，你还是可以买到高殖利率的美国公债。但是如果到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基准利率开始大幅的下降，不到 3%， 可能剩下 2%， 有可能剩下 1%， 也就是美国政府呢开始走向量化宽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买不到这么高殖利率的公债，但是呢你可以有资金可以进场买股票。因为巴菲特曾经讲过，基准利率就像是资产价值的一个地心引力，如果基准利率呢非常非常的低，那资产的价格就会一飞冲天，就像我们2020年跟2021年的那个股票的那个涨势非常的凶猛。但是呢，如果你的基准利率非常的高的话呢，那资产价格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重力，然后呢会从高空呢硬生生的被拽下来，就像是我们今年2022年一样。所以如果你现在有现金部位的人，那你就要等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呢，你再开始买股票，这样对你来讲会比较好哦。好，所以我这边呢会比较建议第二种投资人你要买的就是要买非常短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这样子的话，你的现金部位呢，它还是会持续的为你赚钱，而且呢这些债券呢它的到期日期也非常的近，所以呢你就可以随时准备抄底买进股票哦。好，那我们介绍完了美国公债它的优点、它的缺点，还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到底要如何购买美国公债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投资美股的话呢，那你使用 IB 盈透证券买美债的话呢，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开户就是你没有 IB 盈透证券的话呢，那我会将这个开户的相关连结呢放在我下方的留言栏大家可以免费的去学习如何开户。好，那盈透证券呢，它是一家美股的上市券商它有在美股上市，所以你可以买这家券商的股票。如果你移来台湾来看的话呢，它的市值只比鸿海跟台积电还要小所以说呢，这个美股券商盈透证券它是一家非常大的一个美股券商而且呢，这个券商呢，它可以投资美国之外的所有股票包含什么澳洲加拿大、日本、香港，或者说你想要买德国、英国的股票都可以买得到首先呢，你进入 IB 盈透证券的桌面应用程式，也就是 TWS 的部分。那你进来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个界面，那我们就点击左下方有一个叫做标准模式的交易平台。好，那你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栏位可以选择。那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下去，那你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栏位。那我这边就写 YT 好了，那我们点确认。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创造的一个新的栏位。好，创造新的栏位，那我们要如何去找美债呢？非常的简单。好，那我们就在这个金融产品的地方，我们点 US-T Enter 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表格，那这边有个写中期、长期、短期债券，点下去之后呢，它就跳出这个表格。好，这个表格就是合约选择的表格。好，那我们这边就来找2023年12月31号到期的债券来，这个到期日期我们把它点下去。来，点下去之后呢，右边这边就是我们的美国公债那你看美国公债有些叫做 Note 的，就是属于我们的美国的中期的债券。好，右边这边的话呢，有个叫做息票的部分。息票的部分就是这个债券它每一年会配发多少的利息。像这个有配发 0.75 的，也有配发 2.25 的，也有配发 2.625 的。好，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主要就是他们的发行的日期你看这边有一个是2021年的12月31号发行的，也就是说呢，它是属于一个2年期的政府债券。那这个2017年的呢，它是属于一个6年期的政府债券。那这个2018年的话呢，它就属于一个5年期的政府债券。那他们发行的日期不一样，所以说呢，他们的配发的利息也会不一样。好，那我们这边就选择每年配发 2.625 利息的这个债券，那我们把它按添加。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就选择这个 2.25 的债券，然后我们会把它按添加，添加完之后呢，我们就按叉叉。好，那这两个债券要怎么看呢？好，你先看这个最左边，好 US-T 也就是美国政府债券的一个缩写，然后呢这边有写 2.625， 2.625 就代表说这个债券呢它每年配发 2.625 块的利息。好，然后呢再往右边看，你可以看到 December 31，也就是12月31，然后这个23的部分的话呢就是2023年，我们把它点下去，然后呢按右键。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下条，这个有个三角形，我们把它点下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金融产品的资讯，然后我们把这个描述给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债券的更加详细的一个细节的部分，好像是它的发行日期是在2018年发行，它的到期日期的话呢是在2023年到期，然后呢它的票息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它每年配发 2.625 块，付款的频率的话呢就是每半年会付款一次哦，然后呢最低的交易价格的话呢就是你要有1000块来做交易。好，那我们这两个债券呢，它们都是同样的时间到期，都是在2023年的12月31号到期，但是为什么它们的买卖的价格差这么多？你看上面这个是 97.3 块，那下面这个的话呢，它的卖价是 97.7 块，怎么会差这么多？差了 0.4 块。好，那主要就是因为上面这一档债券啊，它的利息配发的比较少，好，那下面这个债券它利息配发比较多。好，那我们投资人啊，一般看这个买价跟卖价其实不太有意义啊，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投资这个债券我们可以获得多少的利益，这个才是我们想要了解的嘛。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移到上方，然后我们按右键，然后呢这边有个叫做插入栏，然后这边有个债券，然后我们把买价收益率把它加入进来，然后按是，然后我们再来加一个卖价收益率，来也是一样，移到债券的部分，然后把卖价收益率加进来。好，那这个收益率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现在购买这一档债券，那你持有到期的话，你每一年你可以获得多少的报酬？好像这边上面这个债券的话呢，它就是 4.663 跟 4.674， 这个是它的卖价收益率跟它的买价收益率。所以如果你现在购买这个债券，然后呢你持有到期日期，也就是2023年的12月31号，那你的报酬就是 4.663%。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购买呢？非常的简单，我们直接点这个债券，然后我们按左上角有个订单，点下去，它就会出现这个订单委托单表格。我们的 IB 银投证券，它购买那个美国债券的话呢，它的最低交易的金额啊就是1000，所以你这边的话你可以输入1，或者是说你想要买10个，你想要买1万也可以。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们就输入1。好，下面这边的话呢，它的订单类型你可以选择市价单NKT， 或者是选择限价单，也就是 LNT。好，那我们就选择限价单。那它的限价的价格要多少？它的卖价是 97.3。好，那我们就选择 97.3， 然后呢我们来预览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部分，它的金额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973.09， 也就是说呢，你要花 973.09 块，然后它的佣金的部分的话呢，是5块钱到8块钱之间。所以呢，如果你要买这个债券的话呢，你就要花 979.59 块。OK， 好了，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你就按传送。好了，你按传送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的订单出现在下方。好了，如果它成交之后呢，这个系统就会通知你咯。好了，我们今天这期影片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如何去投资美国公债。因为美国公债啊，随着美国政府它一直加息加上去，它的公债殖利率啊，真的是越来越甜。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机会。好，那最后呢，我想要进行一个 Q&A 时间。你想要投资美国公债，然后呢领 4.75% 的无风险利息吗？1想要，2不想要，3没有意见。好，第二题就是你想要了解更多如何投资美债的方法吗？1想要，2没有意见。好了，我是不随测股市的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那传送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这边咯。这个地方上 warning， OK。